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立刻来关注哦。美选现在，川普跟贺锦丽的战况十分的焦灼。现在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贺锦丽的支持率有上升哦，上升了8个百分点，已经超车了川普啊。好，后来居上一点哦。现在他目前支持率是43%，那川普是36%，反而是下降了4%。那他主要就是说有一些年轻世代哦，其实对于贺锦丽印象是很好的，还给他取了一个爱称哦，叫做贺锦爱。在30岁以下的选民当中哦，他是赢过川普20%左右。这是根据《纽约时报》的一个民调，30岁以下的选民在川普跟贺锦丽的这种比较里面哦，贺锦丽是领先了18%之多哦。那另外一个民调显示呢，他领先川普甚至到了20%，所以在年轻世代他的赢面真的是比起这个川普这个拉开了一些距离哦。那再来，现在好莱坞也纷纷有很多的明星级的这样子突然站出来，甚至是有一些那种一流的这种形象塑造的什么公关人员呐、企业高管呐、甚至是娱乐记者，然后名流，这些开始都动员起来，说要帮贺锦丽在11月的时候赢得大选。那特别是针对这种少数族裔的女性选民来说的话，她更有这样子一个先天的这样子亲近感跟好感，就觉得跟我一样，我们的同一种人，所以投射感，所以愿意支持他。那尽管贺锦丽在普遍选民当中始终不受欢迎哦，他还是被许多的好莱坞精英视为第二个救世主，而且他的气势上扬，他1周之内已经募到了2亿美元这样的竞选资金哦，换成台币大概是65.6亿台币，所以吸金力也是蛮惊人的。那现在目前呢，美国的媒体传出来贺锦丽的助攻手，也就是他的副手人选，有可能会是凯利哦。那凯利他是拥枪支持者。枪支管制的一个支持者那所以他本身太空员出身，中间派，而且也了解移民跟边境的问题最重要的事情呢，他呢代表了这个摇摆中光谱各异的选民，而且这正是现在民主党所戒慎恐惧的一块所以这样子有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接下来这个选情的一个变数呢？那再来，川普也紧张了，他现在改向这个基督教团体来催票，他就是对基督徒喊话嘛，因为在这个奥运之后啊，现在很多这个基督徒对于这个奥运的开幕式也有一些意见，他刚好就是来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他就对基督徒喊话。投完这次大选之后呢，以后也不需要再投票啦。27号又一改先前态度，大力示好这个加密货币说这个加密货币如果美国不接受的话，可能会被其他国家抢得先机而且他还主张要取消身份属地主义。换句话说呢，就是接下来有可能他会在11月赢得大选的时候，立刻发表行政命令来终止身份属地主义。因为很多人就讲说，去美国生小孩啊，那他就是美国人了。接下来可能换成川普上任的话，就没有这件事情了，他就要取消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有他讲说，这个不必再投票的事情，也让有一些人很反弹，就说，这是要终结美国的民主制度吗？要变成基督教国家吗？所以又引发了这个其他的一些反弹声浪。那还有川普的竞选发言人就讲说，贺锦丽极左又无能啊。那他的讲法是说呢，这无关乎能力，因为贺锦丽已经证明他跟拜登一样无能。那贺锦丽呢，支持了拜登所有灾难性的政策，而且还支持拜登所有造成一代人严重货币这个通货膨胀的这种糟糕的经济政策。就是贺锦丽如果继续当的话，这种糟糕政策就会延续下去。那主流媒体则是把贺锦丽描绘成一个温和的民主党人。那他讲说，贺锦丽一直纵容并且支持拜登在边境上面的所有政策，监督这个我国史上最严重的移民危机那贺锦丽是缺乏外交经验的，如果当选总统的话，会让美国更加的危险。反正就是把它形塑成说，选他跟拜登没有两样啦，都是会延续这样的一些政策，而且美国会更危险，因为他在外交上面经验更不够。那还有呢，王毅在这一回就是他点名了美国，他说美国主导印太战略加剧了安全的
这个困境，而且呢，地区长期的和平、稳定、繁荣的愿景哦，是跟美国你现在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北约甚至还插手到了印太，也会引起一些对立对抗，脱钩断裂，小院高墙是损人不利己的。那这样的喊话，在这个跟布林肯见面的时候啊，现在中国官媒的解读是，中美将会继续保持斗而不破。那连这个新华社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也提到了，他说，其实中方对于美国的信誉仍然存有疑虑。不管未来美国是谁执政，是民主党也好，是共和党也好，中美的关系都不乐观，而且美国也是会延续这种持续对付中国，未来双方维持这种斗而不破的平衡。那这个中国大陆的驻美大使谢峰他讲到了。他说呢，他是在这个旧金山出席中美建交45周年的研讨会上面有提到啊，就是美方一直把中方作为假想敌，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误判，是将自身战略资源投入到错的方向。中国没有要挑战或是取代美国的规划，那美国也不要一直有这种打压遏制中国的打算。所以现在这个中方不断的在对美方喊话，就希望说接下来不论是谁当选，不要一直把这种对立的态势升温或是拉高。所以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亮哥现在怎么看呢？不，你首先列的那个不是民调了，那个是好感度了，这是 ABC 的民调了。那贺锦丽的好感度大涨，那川普的好感度大跌啊，这个比较可以理解了，因为川普本来讨厌他的人就多嘛。那好莱坞坦白讲是进行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动员那不是因为喜欢贺锦丽了，因为实在太怕川普当选所以那个 Beyonce 还把他7年前那个 Freedom 送给贺锦丽，那贺锦丽现在把它当作竞选主题歌嘛那他这个动作，因为那条歌就是这个跟这个非洲裔啦，还有那个年轻人都有很大的共鸣所以他目前主要是这个非洲裔的表态、年轻人的表态，还有妇女的表态，这个是非常明显有别于拜登所以你就感觉他的声势在看涨那好感度也在看涨那坏的也说成好的比如说他那个不自觉的大笑。现在被说成是亲民爱民我政治就是这样，选举就是这样，突然变成一个好事。那个抖音就一大堆骗子说贺锦丽那个笑，事实上就是因为他跟我们都一样他就是真现在已经把它改写成说，因为他很真，从傻变成真，他很真其实傻跟真就是一线之隔这样子。那问题是他的傻会不会被凸显那我觉得，因为我们对一个候选人的好感度不会等于支持度了，支持度事实上比较接近的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总体评价，能力评价对，所以好感会是一部分，我同意啦。可是评价这个东西还没进来，那我认为贺锦丽比较大的挑战是，接下来人家要对他做评价，那他接下来就要接受专访，接受辩论。那他那个力道出得来出不来因为坦白说，像抖音这样的一种媒体啦，或者那个短视频那个都是一种 feel 而已啦，会美化了，就是会过度美化了。如果专访或辩论还在那样笑，就那个评价就会出来。对，可是你也不要忘了因为川普实在是说谎到让人家受不了比如说那天他在一个群众场，我就听到，我觉得他已经是口不择言到满嘴都是谎话，他也敢讲，而且都公开讲。他说贺锦丽就是最反犹太人我的天我说她老公就犹太人然后所以我说他怎么这种随便讲，开口就来。这个坦白讲，他那个开口就来，已经远远超过台湾了，台湾已经追不上了。台湾如果有候选人这样开口就来，还得了？可是他几乎都是这样那还有他那个副手。他的副手讲话的口不择言，对，也看让那个川普这应开始忧虑了。对，反思。比如说那天他就讲说，他就是没有生小孩的养猫的女主人结果就得罪了养猫的人
也得罪了在台湾单绝对不能身女性。讲这句话。他就讲这种话啊，而且他就直接讲出来。对对，我觉得他就是尖酸刻薄讲话习惯了，然后那又跟川普有共振，你知道？看到川普也都随便讲，他也跟着随便讲这样。那可是川普基本上已经免疫了啦。因为他就一路讲话都这样啊。那天他跟拜登那个历史性的辩论，就是拜登被 KO 那一次，《纽约时报》统计川普讲了26个谎言，照样大胜啊。JD Vance 不是，JD Vance 是人家没有检验过你，那就发现你根本就是真可怕，你讲话也很可怕这样啊。所以我是觉得副手，像今天是传出来那个 Mark Kelly 嘛实际上 Mark Kelly 不是拥枪派，你们这个标题写错了，他有枪，可是他主张管制枪支，他是美国有枪并不奇怪，是他对某些人要做管制那有比如说那天那个刺杀川普那个拿 AR-15，他是跟他爸爸拿的，这个行为有没有违法？那这个就是属于管制行为。对对，就你作为父亲，你怎么可以把你的枪给儿子用？对对对，那这个他们大概就是要管制的那 AR-15的枪在美国是非常的普遍。那像这样的枪，事实上它如果是军规，就是 M16。你想一想，这个有 M16 军规的效果的枪，美国大概5%的人拥有那这个要不要做管理啦？大概是属于这一类。好，来请教介老师。对，美国现在这个选举，我们之前就说它是完全负面的，他不提你有什么好的政策只要你一点讲错话，或者说你一个立场可以利用的话，他就大量的这样子来渲染，大量的渲染。最近就是民主党就渲染这个共和党川普阵营，第一个就是这个川普在这个跟基督教徒的一个讲话里面，他说你投完以后就不必再投票了。哇，这样说哇不得了了，川普要做万年总统，民主要被他废了就扩大解释。那这个最近都是在报纸的头条，你只要一打开电视就是这个。另外他的副手也讲了一句话，刚刚郭委员有提到，他就是说那些不生小孩的女人，他就叫那些 cat lady， 对 cat ladies， 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美国好莱坞有一个很有名明星，我们以前看那个电影叫 Friends， 那连续剧，那个女角前妻，布莱比特叫那个 Jennifer Aniston，她特别反感，她55岁了，她结过3次婚，然后她没有生孩子，她说你完全不知道。想要生孩子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说他曾经，事实上人家调他曾经也试过试管婴儿，试管婴儿，所以这个范斯就变成说，哇，他也是口不择言了。当然，范斯后来他出来做，就是说一个解释，他说他这样做事实上是要凸显这个民主党的政策就是反家庭、反生育。他是这样子的，当然从他们这个极右派的力量来看，民主党提倡的价值是对传统的家庭价值跟育儿的价值是对立的。他是堕胎很容易啦，堕胎很容易，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讲，大家出来也做一个辟谣。可是问题他这句话出来以后范斯变成被攻击的非常厉害，连续快1个礼拜了。对，然后最后就说现在川普有一点点后悔了。当初为什么要选？所以所有的话通通出来了。所以美国现在这个竞选就是说，非常非常的白热化，而且都是针对个人。范斯，然后这个 Washington Post 今天又登了一篇文章，他说其实范斯是这个川普一个错误的抉择。他在之前有好多人跟他推荐了谁，推了这个参议员。他是什么古巴裔的，然后推荐了谁？其实 Rubio 都比这个范斯好，所以这个现在范斯终于露出马脚，他是一个跟川普同质性非常高的，其实2个加起来是坏上加坏，是一个最坏的选择。哇，你看这个美国的政治很了不起吧？很多事情都可以讲到这种程度也可以换了，所以我跟你讲，还有戏，精彩的很。
这个两派人摇起来真的是会非常的精彩。对，11月前还有很多高潮的。好，来我问一下苑老师。对，美国这个选举在我看来就很像马戏团呢，就是一场接一场，而且变化非常大就是说从傻笑变成真诚了然后从这个淳朴变成乱说话我刚刚看就是那个川普对的那个基督徒讲，他讲疯了，你知道，那个基督徒本身那个名称就叫 The Turning Point， 就是转换点。然后他说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们这次好好选，选完以后就不用再选了。听起来好像就到了末世一样。那个如果连在一起。大家如果对圣经有一点懂我不晓得川普自己懂不懂，但是他讲这个话因为我是觉得说美国本身来讲真正的重点其实刚好是我们第3趴的消息了，有关于中美关系才真正重点了。因为的话呢，未来的中美关系的话呢，我坦白来讲不管是谁选上了不管是大笑派或是说谎派选上了，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他们基本上对于中国的态度就是要采取比目前大概再严格个3-5倍的这种态度那我觉得的话，他们有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的话呢，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现有的态度就是担心中国发展，中国的崛起嘛，就中国表现得越沉稳的话呢，越火大嘛但是希望你也跟他一样乱，他也希望说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高层也乱讲几句话，他也高兴一下。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呢，中国现在的策略就是呢，你不管怎么闹，我就不会跟你拉下脸。对这个态度其实很明显，包含我对台湾的态度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最近这个习近平突然对于夏航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两岸的关系，这个你就说明，就不管你怎么搞，我就不会跟你就不会把你拉破脸。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呢，这个的确在中国现在玩的是一场时间的游戏了，就是花时间看看时间站在谁的那一边。那你会想想看，那美国现在选举选成这个样子，完全是负面的选举然后那个王毅的话呢，有模有样的跟那个布林肯见面，那个布林肯还能够干多久我都不知道。说句良心话，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很特别的，就是美国在事前的话呢，不是看民调，也不是看好莱坞，更不是看所谓的这个少数主义，因为少数主义它是集中在沿海的两岸，你要看中间那些人，摇摆州 ，Mark Kelly 他是 Arizona 州的，这个算是摇摆州，就是这些人他们支持蓝还支持红，有他们历史传统，就是摇摇摆摆的意思。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大势基本上已经决定了，反正中国本身目前是以逸待劳来面对美国的发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现在这个以色列跟真主党真的已经全面开战了吗？现在紧张加剧以色列当局表示呢，这个以国占领区这戈兰高地的一处足球场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攻击那尽管真主党是否认参与攻击，以色列军方仍然在27号深夜空袭了这个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境内的一些军事目标。现在以色列跟真主党真的一触即发紧张的局势急速升高，所以看起来这一场战争又叫扩大到这个就以色列跟真主党之间了。那真主党现在处于一个武装高度戒备的一个状态，他们疏散了黎巴嫩南部跟东部贝卡谷地的一些相关设施，因为要以防以色列可能会对他们发动一些袭击。那现在纳坦雅胡呢，就是可能要来做一个最后的决定了，因为目前他的战时内阁已经授权，就是还有包含这国防部长来决定这些应对的方式跟时间，所以随时可能以色列就要对真主党展开反击。那现在戈兰高地遭到袭击伊朗也跳出来讲话啦，他们伊朗的外交部就警告以色列说，不要贸然的行动因为这个伊朗也是站在真主党这一边嘛，所以他们讲说，这个以色列不要以戈兰高地袭击为借口，对黎巴嫩发动新的冒险行动，这样这一场战事恐怕伊朗也会牵涉其中，而连土耳其也跳出来讲话埃尔段就威胁了以色列，就说将会以介入以哈冲突的方式来援助这个巴勒斯坦。那他讲说，我们是非常强大的，这样以色列就不能对巴勒斯坦做出这些荒谬的事情就像我们介入纳卡冲突、利比亚一样，我们也可以这个办到与
以色列相似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哦，就是如果一旦战争升温，又会包含伊朗、土耳其可能都会加入这一场混战当中哦。那再来，这个美国也拟在德国来部署长程飞弹，普京很生气，有警告，就说也会恢复。就是你如果敢在德国这边部署长程飞弹，我就会恢复生产中短程的核飞弹，而且在射程之内来针对西方国家进行部署。所以看起来这场战争又要再升温了吗？这个俄乌冲突哦，那乌克兰的无人机甚至去袭击了俄罗斯的3个这个燃油槽，造成了一些起火的情况。那现在目前呢，乌克兰也在北极这边哦，他们深入敌境1770公里，他们击毁了俄罗斯的超音速轰炸机，所以看起来泽伦斯基在这边也有一些反击的动作。NHK 还专访了他哦，现在一方面有回击，一方面泽伦斯基又说准备好会谈，他说希望能够通过对话来确认中方的真实意图，因为现在他说中方跟俄罗斯深化了关系，所以他们现在也是想听听看他们的讨论哦，会发出一些什么样的讯号，已经准备好跟中国会谈，然后来听听看他们的建议。那他打算鼓励中国积极参与实现乌克兰的和平计划，同时呢，欧盟、德国、法国这些跟中国有经济接触的欧洲国家，他也开始进行一些相关的接触。所以这一场这个俄乌战争现在也是有一点焦灼啦，虽然说乌克兰已经释放说愿意谈那个讯号，但是呢，在第一岛链这边，感觉起来美国好像在以巴也好，在俄乌也好，现在好像自己要慢慢退到幕后去了，好像这个挑起来他的战事之后，不干他的事，他现在又跑来印太这边，跑来第一岛链这边。要忙了呀，他这个美日2+2的安全会议，驻日美军指挥结构要升级了，双方现在确认说要设立新的美军指挥中心，而且还要在日本来增加美国授权的导弹生产，计划在明年的3月为武装部队来设立新的联合指挥中心。那美方是宣布呢，将会在日本来设立类似的结构。中日韩也是15年来首次防长在东京举行了3边的会晤哦，所以看到了这个奥斯汀啊、布林肯啊，还有这个日韩的这个防长哦，大家齐聚一堂。那 CNN 报道说，这3边会议是拜登在大卫营举行的3国历史性峰会之后隔了1年之后召开的，所以呢，华盛顿是要加强跟亚洲这2个盟友，就是日韩他们的关系，然后呢是要说要针对北韩的挑衅，还有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侵略行为，所以美日韩站在一起，冲着这个北韩跟中国而来吗？那冲绳的民众却是跳出来反对哦，因为我们知道冲绳一直很不乐意扮演这样的一个，好像这个一起挑起兵凶战危，然后结果把冲绳人民的安全摆在一边这样的事情哦。但是这个美日的演习从昨天开始登场，那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些冲绳的民众他们聚集起来举行一些抗议行动哦，要求取消这样的演习，因为他们并不乐见日本真的是被美国卷进这样子的一个对立冲突当中。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呢？这个以色列昨天内阁已经通过要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攻击的反制，那到底会用什么形式，现在还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我觉得纳坦雅胡跟川普有共同利益，希望把这个战争打大一点因为打大一点就会造成这个贺锦丽民主党内部选民的分裂了因为这个战争这个我们知道嘛，那个以阿战争爆发，那民主党内的阿拉伯裔啦，还有这个犹太裔一定会冲突嘛。那非洲裔是比较同情巴勒斯坦的，所以如果闹大，对民主党选情是比较不利的。而且这个8月中之后学校就要开学了，所以大学生就会回到校园。所以这个东西如果闹大那搞不好9月还会出现学生又出来搭帐篷的景象。那不知道你民主党怎么办那纳坦雅胡可能也想借这样子，那帮川普助选
因为川普是更支持纳坦雅胡嘛，对，支持以色列，那纳坦雅胡也更容易保住他的权位，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为什么值得注意啊？因为他可能会跟美国的大选搅在一起了，那现在拜登好像都不管事了这样拜登最近都不见了，我们开始怀念他了那这个就使得美国政府好像进入一种看守的一种不能做重大决策的状态。因为你看他对那个乌克兰在授权，就乌克兰重建，他只授权给布林肯跟叶伦他没有授权给贺锦丽那拜登你是不是不信任他而且据我了解，拜登的国安团队跟贺锦丽完全没有整合。这个也要怪贺锦丽自己啦，因为贺锦丽跟拜登的团队就是不合嘛。那问题是你现在要选所以民主党现在内部也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干脆你拜登辞掉算了，让贺锦丽接总统那这样贺锦丽还比较好选，因为有权力嘛。对，我跟你讲，这个战争就是重大考验。因为这个，我认为俄乌变数不会太大，因为普京认为稳扎稳打，反正川普当选，他自动帮我解围我也不用太用力，花那么多钱干嘛？可是中东真的不是这样，中东闹大对川普是有利的，因为共和党的选民没有这个分裂问题，可是民主党一定会分裂。那到时候这个本来对贺锦丽开始有好感的年轻人。还有非洲裔选民又回去了，又开始火大了，对而且我补充一个 ，Michigan 的阿拉伯裔的选民占 1.5% 人口，非常火大。那拜登上次只赢2%，所以这一周可能会因为战争扩大就丢掉 Michigan。好，来请教介老师。事实上，刚刚那个郭委员有提到，拜登最近都看不到人了，真的。对。他24号做了一个全国演说以后今天29号又不见了，5天没见到。他宣布退出的时候退选的时候他人也没出来他就在他的那个社群网站里面发个讯息也差不多4、5天没见人加起来快10天了，是不是打击太重了还是说这个心理上这个很难面对这种残酷的事实不知道人走茶凉。对，不过基本上他是已经弱势了，他这个现在真的只有看守性质了。他遇到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我看他很可能他自己都不站第一线。那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真的对于民主党选情是很不利的。如果外面的美国以外的情势有比较大的变化的话，那我想这个基本上对于民主党选情是有不利的。不过就以色列来讲的话，事实上你算算看现在以色列在这个加萨地区造成的伤亡大概4万人，大部分是妇女跟儿童嘛，对不对？那这一次在这个这一次以色列被攻击了造成的伤亡12位都是年轻人。这个以色列非常非常火大，整个社会陷入极度的愤怒。所以内塔尼亚胡本来在美国的访问还没结束立刻缩短美国的行程回到以色列一副就是共赴国难的样子。而且他们军方已经说这一型的炸弹是怎么样？飞弹是什么？这个是火箭弹了那有50公斤重的炸药，是伊朗的炸弹，伊朗的一个伊朗提供的，然后真主党就是有这个设备，因为你火箭弹不可能从伊朗打过来了，火箭弹呢顶多打300公里吧，最多吧400公里那这个就是他就锁定就是真主党干的，可是真主党事实上他们是否认的。不过就以色列在这个加萨走廊它的报复情况来讲的话，事实上当时哈马斯打出来打到以色列是造成以色列1400人的死伤了。那可是加萨走廊的巴基斯坦人用了4万条命来怎么样到现在还没结束这场以色列的反击。那所以你算算看，现在12个这个年轻人青少年来，那要造成这个西奈半岛
不是就是这个戈兰高地那附近的真主党黎巴嫩多少的伤亡才能够以色列才会收手呢？所以你看现在连这个土耳其都出来制止，因为他们大概知道这个战争如果打起来的话会相当的惨烈了，会相当惨烈。伊朗也出来制止，那现在影响最大的当然是美国了。美国要怎么办？如果以色列在这个南边大开杀戒，还没有收手之前，在北方又大开杀戒，那支持以色列还有什么道义的原则吗？对，所以这个对美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考验啦。那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个所有的战争不是说是美国说挑起的，都跟美国脱不了关系。那美国又正好在选举的话，所以对美国来讲，真的是自己搞出来一个复杂的局面自己要去为这个复杂的局面付出代价。好，来请教苑老师。我在这边把这个过程的脉络说一下，我真的很怀疑我真的蛮怀疑以色列跟美国一起陷入了从那个去年10月7号叫做阿克钦洪水的那个巴勒斯坦这个进攻这个以色列内部1400个人死亡嘛。我觉得我那时候可以感觉到，就是说这是有预谋的这个现在看起来的话呢，越来越明显。但是10月7号，纳坦雅胡对于这个准备用兵的时候，他事先警告过这个住在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他叫阿拉伯文叫赫兹巴拉赫兹巴拉的话呢，他警告过他跟我讲说，因为赫兹巴拉本身来讲的话呢，它有几样特色第一个，它就是巴勒斯坦人占据了这个黎巴嫩的一部分。南部黎巴嫩的南部就是以色列北部，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武器装备明显的就比那个哈马斯要强得多，然后当然它也是伊朗支持，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合法的政党，在这个贝鲁特，就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了，在贝鲁特的首都里面它是有席位的所以说这3点的话呢，那现在的话呢的正式呢，就在参战呢是一个非常不祥的讯号。为什么很不祥讯号呢？因为第一个呢，这个纳坦雅胡赶的运气很好，他在美国，这个很多人讲说纳坦雅胡在美国的演讲失败，错了，他非常成功如果你仔细听里面内容的话就我从来没听过，因为美国国会演讲大家最高兴就动不动就站起来鼓掌纳坦雅胡居然大方到说不要鼓掌，听我讲什么就是已经基本上我没有听过就是丘吉尔到美国去也不会讲这种事情那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然后他也见到了拜登，也见到贺锦丽，然后最重要他见到川普，他得到了很多的保证，然后他马上取消他的就要回去。那这一次的话呢，这个真主党呢，在戈兰高地上把事情闹大了真闹大了，因为他们一个飞弹过去打死12个人因为我这边要介绍一下大家都会觉得戈兰高地是块占领的地区那个以色列人的观念，只要是我占领的，我都要住人，就像约旦河西岸一样的屯垦区一样，所以他把那个戈兰高地也当成他住的地方，而且正式在那边踢球打球大家不要忘了这个10月7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针对于这个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一个 party 进行的攻击他就尽量要维持生活上的正常化，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闹大，因为我也看不出来该怎么收拾，看不出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黄忠忙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世界各国都在配合着美国，要讲中国威胁论嘛。那在这边，这个大陆的企业他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各国，当然制造业外销有非常好的这个 CP 值。结果呢，在美国口中就讲起来都是说这个就是想要当世界工厂耶伦就是这样子来指控中国的。他说，因为中国过度的投资制造业，而且用这种廉价的产品淹没全世界。那现在包含了像 G7 的国家甚至是这个 G20 的这个财长会议地主国的巴西。大家都觉得说中国好像太过分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像想要抢了全世界的生意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财长，就财政部的副部长，他就讲说，其实全世界需要更多的电动车那中国的制造能力正协助着全球因应气候变迁，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是降低全球通膨的力量。那宁德时代呢也有讲到因为最近他们有这个新的财报出来嘛，他说下半年的排产和订单都是很多的呀，
饱满，而且他说这个产能的利用率预计会进一步的提升。他说德国的工厂还在产能爬升过程当中全年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盈亏平衡。那匈牙利的工厂也已经完成了部分的厂房的封顶，还有设备的调试，相关的建设工作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另一个代表性企业就是比亚迪，他说现在正在奥地利这边吸引这些相关的零配件的供应商一起来加入。7月23号的时候，他在维也纳举行了这样的供应商会议，所以他就说现在要搜寻新的潜在的合作伙伴。大概有36家的奥地利的汽车零配件的工厂出席了这次的招商洽谈会，包含了像是底盘汽车的钢材还有各种电线、安全气囊、半导体大家现在也非常积极的在投入这个比亚迪供应链当中。那就有投资专家讲比亚迪接下来超越特斯拉指日可待，成为世界第一这个是就在不远处了啦。那其实中国大陆在燃油车没有办法跟世界竞争，就是因为他想说燃油车我们就不要投在这边了，我们就弯道超车，我们直接来做这个电动车。所以现在毋庸置疑的，比亚迪在这个整体的销售量上就紧追特斯拉，甚至已经即将超越特斯拉，成为世界第一，弯道超车。那再来还有苹果在中国大陆的销量，交出了一个让大家吓一跳的成绩单，就是呢，根据调查，4到6月的出货，现在已经排名又往后了，跌出了前5名，现在排到的第6名去了。而且他发布了财报，在大陆的销售以及 AI 计划，好像看起来都是坏消息频传就是现在苹果进步的速度以及销售的速度已经是每况愈下了。那再来还有这个意大利，反倒是跟这个中国大陆友好，因为梅洛尼最近去访问中国大陆了嘛，他说要跟中方来签署为期3年的行动计划，等于说好像改变了个形式，虽然退出一带一路，可是用更积极的形式来跟中国大陆采取一些合作了吗？那我们看到李强就讲说，中方愿同意大利进一步来筑牢政治互信，推动两国的稳定发展，希望一方为中企提供公平、安全、非歧视的这样子的营商环境促进中欧的合作。梅洛尼甚至还提到说，我们接下来的合作包含像是电动车再生能源要来重启跟大陆的合作计划。所以这个梅洛尼也是个聪明人他也成为了这一次3中全会之后第一个访问的这种西方的领导人，访问中国大陆的西方领导人。那当然这个人家现在开始德国之声有这样的报道，担心起来了，该不会意大利要超过德国了吧？德国虽然是这个制造业起家，在欧洲有它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跟制造业的实力，但是德国自己也担心说，意大利看起来好像这个站对中国大陆会不会有可能要超越我们了呢？他们德国之声有这样的报道因为意大利在经济上面上一个季度增长了 0.6%， 反观德国是萎缩了 0.3%。 那意大利好像一直在缓步增长了，但是他自己本身有一些举债然后来投资的这个状况，所以拉动了他们的经济提升所以真的能够超越德国吗？恐怕这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呢，德国的外长就说呢，现在我们也不太能够过分依赖中国，因为在德国里面他们自己声音蛮分歧的，有些是觉得说我们应该要跟中国大陆打好关系，因为我们这个依存度非常高，我们非常多的德国企业也需要大陆这个市场。那另外一派呢，可能就是像他们外长这一派的，就是比较亲美派，就是要唱反调，就说我们不可以去依赖中国大陆但是你看肖兹2回的访华在2022年的11月还有2024年的4月2度访华，肖兹也是希望说能够跟中国大陆的这种制造或者是经贸上面能够维持良好的关系，有一点好像想要延续梅克尔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呢，现在德国自己本身的压力可能就是来自于说各派的这种意见不同，所以分歧的情况之下，反倒好像没有像意大利立刻站对中国大陆可能带动的这个经济成长比德国来得更加显著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中国早就是世界工厂了，我不知道叶伦在讲什么那我可不可以说美国是美元工厂生产过剩，别人不使用美元，你还要打人家嘞伊拉克要用欧元去
这交易石油，美国就去打伊拉克啊，那你不是更霸？不知道在讲什么，反正都快下台了啦。我是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德国之声 DW 这个小编是不是应该要把他 fire 啊？德国现在的 GDP 是意大利的2倍，对啊，意大利唯一这个比较大规模的企业叫斯特兰提斯，那是菲亚特跟美国的 Chrysler 合并的，结果还迁厂，现在总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还离开意大利，像这种国家连个像样的工业集团都跑掉了，对，就斯特兰提斯啊，这很大的一个集团啊，它年营业额大概有这个1900亿美元，那很大的公司啊，那结果为什么要离开意大利？菲亚特被他并了。事实上，意大利本来比较像样的公司就是菲亚特，对，超级跑车的。对啊，那我不知道现在是剩下什么，精品嘛，精品然后还有吃的东西吧。那前一阵子新冠肺炎的时期，意大利刚好生产了一种药啦，那个药大陆就传说可以治疗啦。那本来他从意大利进口那个药大概只有7000多万欧元，暴增到18亿，不然我跟你讲，中国跟意大利的贸易啊，大概是700多亿欧啦。那意大利卖到中国的不到200亿，所以大部分是中国出口到意大利啊，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你事实上这个你的出口到中国会那么低，就是因为你实在没什么中国人要买，就中国人没有兴趣买嘛。你去看那个别的国家的数字，你就知道了嘛。中国跟德国超过2000亿，那排名第2是荷兰嘛，因为荷兰是最大的贸易国啊。在欧洲1000多亿，那现在加了一个俄罗斯，超过2400亿，要追过德国嘛？所以我坦白讲了，这个欧洲真的每个国家的特色都不一样啊，都必须要发展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像法国跟中国的贸易也低到离谱啊，只有800亿，所以中国大陆啊，坦白讲啊，跟意大利、跟法国还有西班牙。未来的贸易空间还挺大的啦，那只是说你要怎么去发展个别的项目啦啊。不过我觉得这一次，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意大利必须对 G7 做交代嘛，所以退出了一带一路。可是他们本来就没有要跟中国脱钩了，对，他本来就没有那个意思啊。所以这次来估计还是会有一些很具体的经贸协定啦。那他当然还是要争取电动车了，就这样。好，来请教介老师。这次梅奥利到中国大陆访问，他除了他带了他相关的这个主管的这些部次长他带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经贸团，也就有点像这个德国啊、法国啊，其实去了中国大陆都是为了这个商业贸易啊。而且现在这个欧洲国家，我觉得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整体的经贸策略的竞争方法，基本上就是把这个自己的欧洲市场把它保护起来，然后强迫中国大陆的企业去欧洲投资。比如说电动车，他们就是玩这一套，就是这个招数。我现在给你增加什么反倾销税啊，25%、14%，基本上让你卖车到欧洲，直接整台车成本增加，对你比较划算，你就是到欧洲来投资。那现在欧洲事实上好的投资环境呢，事实上中国大陆已经选择了匈牙利，那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呢？事实上也有可能。像这一次这个梅洛尼他基本上就是非常可以看得出来，就着眼于中国的电动车。他希望的中国电动车能够到意大利去生产。意大利本身的汽车工业是在走下坡，它光今年它的整个的这个1到4月，它跟去年1到4月它的生产的这个总数就降了大概13%，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而且现在就欧洲国家来讲的话，它在弯道超车的时候它慢了，也就是说它从这个油车转电车这一块它是明显的落后。那现在呢？中国大陆来讲的话，现在中国大陆是发展电车整体配套最完好的一个国家。对，它不但你有这个车子
很性价比高的，你整个的充电设施相关的整个电车发展的整个的政策，还有其他设施都最好了。对，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在这个整个市场上买电车的比例快超过40%了，40%多了，就非常快的速度。可能就在几年之内，中国大陆将来可能大家在选购车的时候，唯一的就是说，大部分考量都是什么？都是电动车了。因为现在在中国大陆的高速公路上面，你事实上你走到那个加油站进去，你发觉它不只有加油站，它还有充电站。对，现有的设施它都提升了。那欧洲它也知道这是个趋势，那它现在就怎么样跟中国大陆合作？所以梅诺尼我觉得就基本上是冲着中国的汽车工业去的。那看起来他目前受到中国大陆的重视还是不错的，而且他还带他小孩，我看他去参观了很多地方啊，笑得非常高兴，跟贺锦丽差不多，非常高兴。所以啊，我看大陆不会让他空手而返的，不会了。对。好，来请教苑老师。大陆不会让梅洛尼空手而返。今天传出来已经签了个3年的约了，时间不长，但是有签约的话呢，它里面透露出3方面非常重要的讯息。因为首先第一个，这个意大利以一种非常非常无理的态度要退出"一带一路"，表现得非常坚决啊。因为意大利我知道常常在强调，原来"一带一路"的时候呢，莫名其妙冒出一个马可波罗游记啊，认为意大利的参与很重要。那你现在不参加的话呢，大陆也没有表现什么。那你现在梅洛尼要回来，依然伸开双手让你回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也告诉大陆本身来讲的话呢，他就要对立的是中美关系，剩下的欧洲关系的话缝缝插针啊，所以说讲法国啊、讲德国啊、讲荷兰都好，因为呢，第二点的话呢，这个欧洲本身在事业发展上、科技上应该说是还可以，像德国、荷兰、法国不算太差，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是人工的问题。我在欧洲待了非常久，欧洲的人工问题的话呢，其实真的是问题是病入膏肓，非常麻烦，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他们的那种社会福利的工会的意识极为强烈的同时，生产的能力能够到达什么阶段，但是至少跟中国没有比较。然后第3个重点来讲的话呢，就是大陆目前为止的话呢，就是因为已经看着这件事情，因为刚刚介大使提到了有关于大陆的充电装置。大陆的电动车的充电装置分成2种，一种叫做充电站，还有一种叫换电站就是已经非常非常完备到这种地步。换电站的话呢，3分钟进去自动换电，我亲眼见过，你根本都不用动手，然后就啪啪啪啪电就换完就走了。满满的电池也可以看到。那另外充电站的话呢，大概也是快速充电的。所以在目前为止的话呢，大陆本身就是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赌注。什么赌注呢？就是你不用传统的燃油车，但是要鼓励欧洲国家发展关系，要能够尽量卖出你的电动车，因为电动车的配套措施非常重要。里面当中的话呢，不仅仅是只有车子而已啊，你要这个充电措施啊，你要能够接受它的新的换的方式啊，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接受里面的自动驾驶的大数据。那这个来讲的话呢，就一定要发展一定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策略来讲的话呢，吃一点亏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技术让欧洲人感觉到，以后我可以大胆的讲了，这个全世界汽车最落伍的大概就是美国的了。那你只要进口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话呢，尤其是像现在欧洲比较聪明的国家有啊，像匈牙利就很聪明啊，